中国有这么多，现在还有6000多亿啊，这个美债，因为它随时美国就把它当做一个武器来威胁它，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受威胁的东西。那像什么英国啦、日本啦，它跟它绑在一起的，它怎么能卖呢？那至于你说这个美债会不会变成金融武器哦？当然它是一种金融武器，但是这种金融武器类似核弹。什么叫做类似核弹？当你用的时候哦，基本上第一个你自己受伤。我举个最简单的，中国大陆现在有这么多，有6000多亿，我不顾一切我给它卖掉，好不好？卖掉之后，这个跌下来，谁第一个倒霉？我卖的人自己啊！美债现在出现了失速列车，会否拖垮美国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过去10年大家会买美国公债，都会认为说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避险的工具，一直代表的就是美元霸权。但是这个神话是否从去年开始可以说是正式的破功呢？我们先来看到一些统计数据，是来自于这个美元神话是否破功的一些支撑。去年5月的时候，可以看到穆迪它直接下调了美国的主权信评，美债直接痛失了它的3A 原本的地位。那么债务现在总额美债已经冲破了36兆美元，光是利息的支出首度就突破了1兆美元大关。并且我们看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恶斗当中，去年我们特别观察到，美国政府关门创下了史上最长天期，达到了43天，导致经济是一度的停摆。华尔街日报这边特别也做了一个示警，一向都是比较挺华府的，但是华尔街日报这一回说，2025年就是美债光环消散的一年了。好，我们来看到这些美银的首席策略师他怎么给投资的建议。他说呢，再来下半场的时候，2020年代下半场投资原则，他认为只有一个，就是除了债券之外，你什么都可以买。他特别提到了30年期的美债价格已经腰斩了，包括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公债重挫幅度高达45%，这不是短期的修正，他认为就是长期债券的一个大熊市的一个发展。另外，我们看到历史学家他也回顾了一些从历史上面来看一个国家未来的前景，特别提到任何大国，如果你在你的国债利息上面支出是高于你在国防上的支出的话，代表未来它的伟大地位其实不会维持的太久，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请教上这个怎么看今年美债2026年的整体发展，会不会成为拖垮美国的一根稻草？特别回顾到会不会重演当初西罗马还有奥图曼帝国债务压垮霸权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吗？我讲美债长久以来，过去来讲是全世界当中最稳定的东西，但是在2025年出现了大的波动。那么这个波动也不是突然性的。首先，美国债务或美国政府的债务，严格来说是在美国所有的这个经济结构里头，它是一个心脏。因为一个国家政府它到底欠了多少钱，这个债务本身还不还得起，它当然是一个国家政府运作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过去来说，为什么过去的美债也都欠啊？那因为全世界把这个美国，我们知道美国作为一个霸权的体现，就来自于特别是它的金融货币。那核心无论是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一个通行的货币的标准，然后包括美国股市吸收了全世界所有的资金在华尔街在投资或炒作，而这里头汇集到政府的心脏其实就是美债。所以过去美债来讲，除非美国倒了，这个国家亡了，否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债当中，它还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因此，美债虽然是美国欠了这么多的债务，但它是全世界的所有其他的国家买它的美债，而且这一个不会倒、应该不会倒的国家，所以长久以来，那么这个作为可以投资，而且有利息。因此，美债本身的利息长久以来都是我们在观察，包括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动荡的指标。2025年就出现动荡了。首先，我们知道，2025年是所有前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连美国最友好的日本，包括欧盟，都开始减持，还有沙地阿拉伯、沙特都开始减持国债、美债。那么在2025年减持的比例是加速的。而且，川普就任之后呢，对于整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怎么用这个政府，它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所以使得大家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稳定性跟安定性来讲，大家有所畏惧。因此，美债就使得我们刚刚强调的，过去来说，长期的，比如说5年、10年的这个长期的殖利率，它利息都是很稳定，
偏低的。但是呢，没想到大家对于美国5年后的债务、10年后债务，觉得风险很大、很害怕，所以都抛了。所以因此变成是那怎么办呢？只好提高利率。所以我每次看到长期的这个殖利率如果偏高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东西，包括我们最近日债也是哈，日本的这个货币债务也是一样，国家债务也是，大家就觉得不想持有，那所以市场上只好抬高利息让大家来买。那我想2026年这件事情它影响性是如何？我认为还是在看美国政府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这种明尼苏达州的这种内部的这种碰撞，也让美国社会也进入了逼近内战的这样子的不安。那么包括现在美国的这些债务问题还是不断的在川普政府的即使受了关税，还是不断的加深哈。但是美债究竟会不会一个非常大的黑天鹅，会对全世界影响？我想，如果要做的话，还是要出现一个所谓完美风暴。是我们知道，其实，在经济当中来讲，美元、美股以及美债当中，它的联动性很高。前面说美元是全世界的货币，前阵子贬得一塌糊涂，可是川普一句话又升起来了，所以这个动荡性其实并没有不好，只是说也表示这个不稳定。美债后面持续不稳定，还来自于会不会有更多人国家继续在抛售美债，而且美股本身一旦接下来像 AI 的这个泡沫空头，真正的在2026年，因为很多人说会发生，如果一旦发生，它的联动性也确实会使得美债本身的不稳定加剧，而他们互相牵扯。一旦美债在美国政府的信用以及跟全世界的国际外交关系，大家都失去对于川普政府的信心，我们最近在达沃斯论坛看到的话，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发展的时候呢，其实确实有可能成为2026年当中以美债拉动或爆破的一个黑天鹅所在。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从川普政府去年上任以来，尤其在2025年开始，美债的光环逐渐的褪去哦。那么大家对川普的信心越来越低的时候，川普持续的打他的这个关税战，那其他国家也打什么呢？针对美国的美债来把它当成武器化来打川普，到底有没有效？来看几个国家，包括中国大陆跟欧盟，现在呢都把这个美债当作是一种政治谈判的武器，叫做金融武器来打。中国大陆它针对于川普的关税，直接说呢，不排除大陆会来抛售美债。欧盟也说了，传出因为呢，川普在介入在乌克兰的问题，还有格陵兰的问题，所以欧盟现在威胁要抛售高达73兆美元的美国国债，逼华府回到谈判桌，有没有用啊？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要知道，如果现在发生战争了，台湾海峡发生战争，你手上有一大堆新台币，问你要转投资什么？依据过去的经验，第一个是黄金，可是黄金我先告诉你没有利息，第二重的要命，身上很难放，所以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其实会依据过去的经验去买美金，因为美金毕竟还是这个全世界最值得大家相信的一个货币，不然你投资别的，你心里会七上八下的。然后美债有多好，你知道吧？现在美国30年期的这个殖利率的那个债啊，它今天我查是4.9%的利率，意思说每年到年底它给你4.9%。如果我们央行投资了1000亿美金，到年底这个美国就会给他49亿美金的利息。然后他在国内呢，他有这些钱，对不对？他给他放，因为他是靠国内收来的钱嘛，国内的钱存在央行的，央行给他多少利息？2%不到。它最长的利息是大概3年的，大概只有1.7、1.8、1.9。我这样讲好了，这两个差的是大概3%。所以我央行什么事都不做，我买1000亿美金买美国的国债，我一年基本上躺在那里就赚30亿美金，就是1000亿台币，大概是这样。你说好不好赚？那当然就是你要问这个美债到底稳不稳的这个问题。那当然，今天刚上次课有讲这个黑天鹅，我觉得现在是有一只黑天鹅，你要小心的就是啊，当大家觉得心情不稳的时候，都怀疑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一定涨价，那个就叫黄金，因为黄金是全世界人类最原始、大家最信任的货币，所以当大家心里在怀疑的时候，哎，金价一定涨。那你知道最近金价涨得不得了，所以如果我能够在过年的年初的时候给你一个建议，请你今年操作股市哦，你一定要谨小为慎。因为当黄金一直在涨，那代表整个全世界，因为这个金价不是我决定，不是你决定，全世界对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怀疑的。那至于你说这个各国为什么有的卖有的买呢？
这跟各国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好比说中国有这么多，它现在还有6000多亿啊，这个美债，因为它随时美国就把它当做一个武器来威胁它，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受威胁的东西。那像什么英国啦、日本啦，它跟它绑在一起的，它怎么能卖呢？那至于你说这个美债会不会变成金融武器哦？当然它是一种金融武器，但这种金融武器类似核弹。什么叫做类似核弹？当你用的时候哦，基本上第一个你自己受伤。我举个最简单的，中国大陆现在有这么多，有6000多亿，我不顾一切我给它卖掉，好不好？卖掉之后，这个跌下来谁第一个倒霉？我卖的人自己啊，因为你卖完之后，你知不知道日本可能买啊，英国可能买？为什么他们跟它是绑在一起的？你以为是日本跟英国支持美国吗？不是，因为我们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日本有全球最高的1.2兆，英国有8000多亿，你就知道他们绑在一起。我不是支持美国，因为我们的利益在一起，所以你卖，你第一个受损失，我可能不会卖，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难讲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新的一年中美之间有非常多的角力，我们同样是请到3位的我们的主持人一起来看看今年在中美的角力上面3个绝对是大家最关注的议题。那我们今天会就3个议题来一起做分析。首先第一个，我们今天会讨论的是金价狂飙的议题；第二个是金价狂飙，同样也是因为现在地缘政治不稳之下，那川普这个人的变数实在太大，所以可以看到最近的金价一直在不断的上涨，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哦。这是金价狂飙，我们会来聊。那这个等一下10会跟我们分享有买黄金嘛？那再来就是静乔会跟我们聊 AI 的晶片战。那我先想要跟观众朋友来聊的就是关税，中美之间的关税战，这个峰回路转，到底现在对于谁的影响比较大？包括其实我想要来聊的是对于美国的影响，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跟对于台湾的影响会是各自是怎么样子的？好，等一下我们会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注。好，那我先来分享，就是因为川普其实执政到现在已经刚好是满1年的时间了。那我们看到他的关税战到底，因为他一直说希望美国的制造业回流，但是到底对于川普对于美国的本土的经济到底有没有提振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可以现在就立刻说有没有效果，因为还要再拉长时间来看。但是确实现在美国国内的通膨问题已经是可以说是完全的失控了，那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那再加上因为现在除了这个关税的成本加上去的时候，很多的企业他们开始做裁员，因为压力太大了。关税的成本之下，美国很多的企业做裁员。其实，在去年1整年，我整理出了美国企业到底哪一些企业做了比较大幅的裁员，而且都是知名的公司哦。大家没有想到的是，光是前11个月，美国的裁员人数已经高达了110万人。哦，过年讲这好不吉利。对呀、没有办法，因为人之后还会陆续被机器人没错，取代没错，没错，大家都要面临这个问题。对，那其实我蛮多的朋友，他们在美国科技业、矽谷工作，也有一些朋友在 Google， 有一些朋友在Facebook。然后都是大型的。朋友怎么都这么优秀、啊？就是工程师，我们也是他朋友啊。也可以。然后呢，他们就会跟我们分享说，他们其实赚钱赚蛮多的，赚蛮快的，但是他们也非常的忧心，甚至也有跟我们年纪差不多，他们就说已经结婚了，不敢生小孩。我想说，哇塞，你们2夫妻在矽谷工作，不敢生小孩。后来问了一下原因，除了说现在关税战压力在当地他们觉得生活成本变很高之外，他们觉得以后结婚生小孩，已经结婚了，要生小孩之后的那个奶粉钱，然后还有食物的费用，他们光是想到说什么要买奶粉、买那些育婴的用品，都觉得说是不是可以拿一些2手的育婴用品来做使用，可以节省下比较多的钱，因为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这个育婴啊，还有学费等等这些教育费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他们也是觉得说能省就省，而且他们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现在 AI 发展，等一下静乔会来聊，AI 发展的非常的快速，现在也各个企业他们也想要省成本，所以大幅的裁员。那我在 Google 的工程师他是这样说的，他觉得说他现在能够赚就赶快赚。能赚多少就赚多少，他很担心，其实有一天他自己很快就被裁员了，所以他现在也是把握机会。那我刚刚说了嘛，就是有几家比较大型的公司在裁员，我们看到个十百千万哦 ，Amazon 亚马逊就裁了3万人哈，然后雅诗兰黛裁了7000人，然后再来看到这个是宝乔7000人 ，UPS 34000人，这个是 Kiehl's 就是知名的化妆品彩妆品牌9600人。
所以这样种种加起来，其实都是知名企业啦。Starbucks 也裁员嘛，总共是110万人。美国的中产阶级还有精英阶级，其实都在这个名单当中。那关税战到底对于美国来说有没有好处，还要持续的观察。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影响有没有？其实现在也是还在持续的发酵中，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在去年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出口竟然是创下史上新高，那它的这个贸易顺差已经高达了1兆美元，这是他们应该算是近期表现最好的一次。就是说，他们的产品现在不卖到美国去了，那你就会想说，少了美国这么重要的市场，他们的产品去了哪里？结果就是去了非洲国家啦，那去了东协国家啦，去了拉丁美洲卖电动车，他们的能源产品跟储能的设备等等，所以在这边就有另外一个拉货潮。那往美国的出口少了19%，但是其他的这些国家拉起来，所以他们反而是贸易是顺差的，高达了出超金额高达了1兆美元。那刚刚讲说，你们猜在美国？就是现在有一个叫做这位是资产管理专家麦可格林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在2025年，美国的一个家庭要赚多少钱才能够感到说自己生活没有这么拮据？我们用台币来换算，你们觉得应该是多少？那你有亲戚在美国嘛？他们有没有跟你讨论过一年要赚多少？没有，1个月没有20，基本上生活开销20万新台币，所以等于是一年也要超过400万。300万，差不多啦，300万。美国那个小费吓死人，光是出去外面吃个饭，你光是要付小费，就很多隐性成本你根本看不到。我现在都不太敢去美国，去美国人人变大厨，这真的只能回家自己煮啊，要靠自己煮饭。然后，所以这个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一位 CEO 的专家，他就做了一个答案是14万美元。那我帮大家换算一下新台币，就是455万。新台币，你才会，这不是说这薪水很高了嘛？这只是说你可以感到生活没有这么的拮据，就只是刚刚好而已。那主要就是因为现在美国人就是病也病不起，因为成本都太高了，然后育儿费等等。那这个可支配所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的。过去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中产阶级可支配所得可能要有2/3，那现在只剩下50%，意思就是说你赚2块钱。那你有1块钱，你是立刻支出去的，不管你是要买保险，不管你是要缴学费，或者是做一些或者是买食物等等，这些都变成你立刻要支出的，这样，所以现在的压力是非常的大。是。那关税战对于中国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刚刚说的是好的，是出口大好。但是其实自己内部，中国大陆现在也面临到他自己在内需上面的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包括它的整体的内需现在已经没有之前的这么好，整体的内需还在放缓当中。然后中国大陆自己内部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年轻人找工作等等内卷的问题也是他们要解决的，还有消费啊必须要被拉抬等等。还有房地产，到现在其实都还在恢复当中。你很难想象中国前几年房地产火车头的那个形势，一冷好像就。一直好像救不太回来的感觉。对，所以现在在这个房地产的部分也都还在努力的拉抬当中。那这是中国大陆它在跟美国面临完全2个不同经济体完全不一样的问题。然后我接下来又画圈了，太好了。那我来赶快来比一下。我其实想要看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关税战之下，那现在有关于人均 GDP， 因为新的一年2026嘛，美中台3个国家3个地方，那大家这个薪水的表现到底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薪水表现。中国大陆今年的人均 GDP 是13800元，美国是89600元，台湾是37827美元。这个上升幅度是最高的，11%耶。但是都是集中在科技业啊，台积电、联发科。记忆体那些人都是给半导体的人才，传产很辛苦啊。对，所以现在台湾的自己面临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跟美国有点像啦，就是说主要的资金还是集中在某一些产业部分。那美国它现在贫富差距很大，那中国是内需问题，台湾则是你看这个主要的资源集中在某一个产业，这也是台湾面临现在眼前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那接下来我们请依林来跟我们分享买很多黄金好了，因为我听说买了很多黄金，聊产业嘛，产业没有难怪这么开心，来聊一下黄金。好，过年嘛，聊黄金就是要金光闪闪、珠光宝气一点。好，其实呢，这一年我们看得下来，
黄金的涨势是真的非常夸张，它不是说这种小涨，它是坐火箭般的速度在上涨。其实你从制作单位的图卡，你看到他说去年哦，黄金的涨幅超过60%。其实，在我们录影的这个当下，现在金价已经喊到上看$6000。你以前可以想象说$6000的金价是什么？对呀、太高了。好，而且刚刚我在隔壁棚播新闻的时候才播到说，这个北京呢，大家是顶着这个寒风刺骨，在那个金饰店的门口在排队，为了要抢到那个金饰。然后说在广州这个店门一开，大家把黄金都抢光光，好像不用钱一样。其实这种情况很难想象，因为在以前大家会觉得说，哦，黄金就是避险资产。但是现在其实因为涨势太惊人了，所以很多人是抱着有点投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也想要从中获利赚点小钱。以我自己来说，因为我之前像比如说股市方面，我投资的都是美股嘛，然后台股都是比较以科技股为主。但是呢，我那时候就有默默在去年大概7月左右，我收藏了一些黄金的 ETF。然后到我收藏进去就忘记了，然后到12月的时候想说检视一下我今年的投报啊什么的，就翻开一看，7月到12月哦，我的那个投报，如果我有投的话，它获利是7.5%哎。哦，你说台积电有可能短短几个月获利7.5%吗？然后我就吓到，可是我吓到当下想说，可是现在都这么高了，还会更高吗？但是我那时候就抱持着，现在不进场，我到时候一定后悔，所以我就小买了一些。12月，对，12月，12月底快1月的时候，我就小买一些。然后呢，这中间我就是定期定额，可能就是小买一些。然后到现在哦，你看我们录影呢才1个月的时间，其实投报大概3-4成，非常可观的，真的就是连现在那些 AI 科技股、妖股，其实都很难比上的一个价格。是。但我们要聊到就是在讲说，其实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黄金就是避险，那为什么现在黄金这么热？从国际局势上来看，其实就是因为说现在全球经济通膨的压力真的太大了，还有地缘政治很紧张，然后还有美元的波动、利率政策这些不确定性。那你的资金会想要找一个安全的出口嘛？那甚至这个出口也可能让你有一些小小的获利，所以就涌到黄金这里。黄金很理想，这几年美债的表现太差了。是啊，以往大家会买美债，对，这几年都觉得黄金的表现更好一点。现在大家都在抛售美债变债王，也是因为川普政府的做法跟作风啊，让过去美元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公信力，我觉得受到蛮大的打击。对，但毕竟我们现在录影当下，我也没有要大家投资的时候还是要理性思考。对，毕竟现在在高点嘛。对呀，不要说我们叫大家一直投资，因为你还是要做好自己的这个风险控管。对，因为毕竟说现在金额真的蛮高，那你如果会觉得来不及的话，要怎么样参与？其实我有给大家一些建议，包含说你不要一次投入太多，定期定额、小额的参与，然后你可以用一些比较亲民的方式，因为现在很少人，你说买金条放在家里面吗？会很担心被偷。你可以选像是定期定额啊，或者是一些小金条、小金饰，我觉得也可以啦。毕竟女生嘛，尤其过年又到了，我觉得投资自己一些小金饰也是可以。然后长期配置，比起你短期的波动，其实是更关键的事情。好，太好了。那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我们今年的第3个关注话题，2026，还有一个是 AI。刚刚我有提一点点 AI， 那建乔又怎么看？AI 跟晶片当然就是去年一直从2025然后延续到2026的一个主轴嘛，大家都知道。而且辉达200这个 H200去年大家的新闻就播到一大堆，因为它的剧情发展也是非常的反转。一开始是美国不让卖，黄仁勋去求好开放，然后又变成中国，我也不要买了，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罗生门哦。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像黄仁勋，还是像 AMD 的苏之峰等等这些 AI 的这些商家富人们，他们都必须在美中这样对抗的格局下，在从缝隙中求生存的这样的感觉。那川普政府表面上放行了 H200出口，但实质上它也是附加了这个出口的附加税嘛，就被业界称为是一个算力的保护费。那我想全世界应该也只有川普是可以这样搞的，所以那黄仁勋他们也就必须要妥协，因为就是现在的美国当家者是这样子玩。那我帮大家提几个重点好了哈，我觉得未来啊，这个晶片还是就持续大家在追求算力的发展之外，其实去年 Google 推出这个 Gemini 的晶片，还有他们的自家这个系统 TPU 这件事情，确实让市场看到了另外一条路。因为我们都知道辉达的晶片曾经这个合法管道的报价再加上了关税跟审核的成本，曾经一度一张
一个 unit 要卖到超过5万美元，这是很多小公司没有办法负担的，对不对？但是 Google 的这个 TPU 用了这个我们所谓的 ASIC 晶片，就是客制化的晶片，然后来做，让大家说，它可以把这个能效比跟算力调整到一个非常甜蜜的一个区间点，它大幅降低了那个成本，跟 DeepSeek 之前在做的事情有一点点像，但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然后就我觉得今年26年 Google 的这个做法会刺激到更多的小公司，慢慢去往这个部分靠。当然你要走这种通用型的，然后要涵盖的广泛包围的，你当然还是辉达的晶片是首选，但是更多的这种小公司二三线的公司，他们也可以透过像跟 Google， 不管是用租用的方式也好，或是用合作的方式也好，借由 TPU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去跨足到这个产业。所以我相信2026年整个晶片还有整个 AI 的软体呢，虽然这一阵子这个美股7巨头有一点点冷掉，但是我还是看好未来发展，因为我相信另外2位主持人一样，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离不开 AI，不管是帮助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还是我们日常中要寻求一些灵感，甚至是网友很爱做一些梗图，对不对？所有东西都在用 AI， 我大概每天都要用好几个 AI， 而且我现在都是 ChatGPT 跟 Gemini 一起用，一起比较，然后看看到底哪一个更好用。对，所以我觉得从25跨入到26，当然大家要持续追逐的算力之外，我们会进入到一个3元体系的发展了。就是美国这边呢，还是继续靠辉达他们的 Blackwell 跟 Rubin 维持这个技术的绝对代差，但是美国也会面临到他们的背后的这些基础设施，像是电力的问题这个部分，对，他们现在要急起直追，但是美国各种法规、各种的运作模式没有办法像中国这样子这么大规模的去倾国家之力去投入，对，所以他们还是民间各立为王，像诸侯这样子去弄，所以在整合上会差中国一些。那中国是要走出一条这个用演算法的效率来弥补算力不足的一个路径。虽然这一阵子我们看到黄仁勋董事长去了北京之后，中国现在已经有几间公司买了，但是要跟美国现在既有的晶片算力来比的话，还是有一些差距。但就是像靠 DeepSeek R1这些公司靠更少的算力、更聪明的架构，然后还有背后这个强大的电力，我觉得26年甚至是27年。背后这个电力，中国是非常有搞头的一件事情。尤其现在中国大陆在发展就是西电东送啦，所以他们其实是请国家之力在完全的发展他们的电力，让他们电力足够。那这是美国现在觉得，也包括了这个黄仁勋在内，还有这个马斯克，他们自己都觉得说，这个是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威胁。是啊，马斯克就说，你没有电力，你就算拥有一大堆 AI 设备，也都是废铁啊。所以电力这个东西，大家还是要谨慎啊，尤其是。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能源政策非常重要。当然中国大陆地大物博，核能、风力、绿能它都可以做。但是如果一些是资源没有那么丰富的地方，你还要继续做风力吗？你还要继续怎么样吗？是不是核能还是日本发生福岛之后，他们还是回去拥抱核能？这会不会是小岛国必须没有办法逃开的一个能源的一个迷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更谨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美国的企业是集体的看衰川普了嘛？因为现在有1000家企业，包括里面有许多是大型的这些企业，他们也集体的反叛了。亚马逊包括在内也卡位，逼迫自己的供应商要来降价，因为现在在金融市场也在下注了，说川普的关税战必定会在法院的认证之下败诉。那美国才是关税的输家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最高法院在14日这一天终于是出手了，一次是发布了3项的裁决，但是大家最关注就是有关于川普的关税战到底合不合法。至今美国最高法院是没有任何的裁决的，而且他们法院还不给任何的理由说为什么没有做裁决，也不给时程跟下一次裁判的时间也都没给。外界质疑是最高法院你是不是故意一直拖下去啊？好，大家在猜是不是最高法院刻意这样做的同时呢，美国的企业自己先爆炸了。这个是1000家的美企直接对于川普的关税战提告之外，还要求说我们缴出的这些关税的费用，你应该要还给我们。带头抗议的企业赶快一起来看，列出来了。
包括了零售巨头 Costco， 还有轮胎制造商 Goodyear、运动品牌 Puma 跟 Reebok 等等，相机制造商 GoPro 全部都已经起来提告了。关税战迟早会被判违法吗？委员怎么看？川普的关税合法或者违法，对于企业界差距很大。首先，如果是合法，那一切就保持原状；但是如果是非法的话，理论上，我讲理论上啊。关税要退给人家，退给谁？不是退给出口商，退给美国的进口商。那美国进口商要大体上可以分2类，一个是卖场直接进口的，比如说 Costco 啊自己直接进口的，那这个很单纯，就退给 Costco， 退给 Amazon。那最麻烦的是中间商，那退给中间商的时候，会有一种情形产生，中间商收走啦，那以前的卖东西也卖啦，可是还有存货啦。存货的部分要不要拿出来重新解一遍？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你未来要不要把已经收的钱用折扣还来给我？因为法律上这个中间商没有办法把钱退给这个下游的零售商，因为要开发票、税金，这搞得很复杂，大概也没有人会玩这个游戏，所以这个整体来讲会使得美国在退税的过程里面，直接进口商直接受贿。然后间接进口商他觉得他受害，他希望获得补偿，会产生很多争论，因为每一家的供货合约都不一样。我跟赖教授签的，我跟厉将军签的合约，那有些人就会想说，那我是最后的那一只老鼠，我在想个法律条文有什么，我就拿来告他，哇，天下大乱。所以美国会乱成一锅粥。那这里面商业的好处是说，不会有太不理性的行为，大部分都是恶意天作五啊，用什么方式来解决？但是至少大概乱个半年跑不掉了。那现在 Apple 总就开始讲说，这个，你先降价给我啦。中间的这个进口商说，我不确定是非法的我到底什么时候退给你？是不是等到法院？可是 Apple 总是觉得这个川普输了，所以应该怎么样？那。很抱歉，这个美国企业界自己，可是对消费者没影响。消费者一定是判定非法之后，然后由 Amazon 再开始降价，然后有成本从进口商第1阶、第2阶，进口商通常有3阶，第3阶的进口商这个部分那个才开始降价。不过川普的关税即使是合法，问题也不小。为什么叫合法问题也不小呢？最怕这个最高法院来一招合法，但是附带条件，哇，那个就麻烦了。对，因为美国的最高法院竟然干这种事会附带一些条件。是，那你永远不知道它附带什么条件比如说致死无效，还是至此无效？还是从哪一天开始无效？这个无法去确定这个事情。那如果说一开始就无效，那反而好解决，就怕它附带条件，最后就法律诉讼、商业谈判或者那个是。美国律师又赚钱了。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即使这些美国的大企业和一起集体的告这个川普的关税战，但毕竟都还在诉讼等等的阶段。那此刻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其实他们开始卖一样东西了，那就是把未来可能拿到的关税的退款权拿去卖。卖给谁呢？卖给这些对冲基金。为什么？就是他们可以先在这个有结果之前，先拿到一些现金来做止血。那同时，对冲基金又为什么要买呢？因为他们就赌川普一定是违法的，这个最高法院一定会打脸川普。那另外呢 ，Fed 的合皮书也最新揭露，关税的成本一直累积之下，原本硬撑不敢涨价的企业，现在也决定放弃抵抗了，干脆就让这些成本直接转嫁丢给消费者吧。所以现在关税战的冲击已经到了临界点了吗？连企业都撑不下去了吗？看起来美国人会不会为此买单？厉将军怎么看？有一句话说得好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这个关税最后一定还是这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还是要有一个裁决。但是如果说你继续拖下去，我觉得对美国政府或者对企业界来讲的话，那种等待的心态是更加的焦虑。为什么？我们有一句话讲说，靴子落地之前那个时候是最难熬的时间，这时候大家就在赌那为什么对冲基金愿意去买这个股权？我觉得因为在去年11月5号的时候，美国大法院他们开这个辩论会的时候，那时候不管是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的大法官，
对于川普这个关税的所引用的相关的法律，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好，这是第一个，因为他那时候所引用的法条是这个所谓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哈，那这个已经如果说是国际，现在美国是不是真的面临到国际紧急的一个经济状态？那当然大法官有大法官的解释，可是一般来大家都认为说是美国现在状况不至于说是到紧急状态，那会不会超越总统的权责？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自己本身来讲，通膨已经在温和的上涨。我们从去年的圣诞节物品开始慢慢的涨价，但是现在来讲，之所以温和的上涨，最主要核心的问题还是因为你美国这个征收关税所带来成本增加的问题。那现在之所以还只有说温和，而没有说是大涨，那有2个因素。第一个就是说，大概就是这个去年的库存，因为去年大家都知道嘛，进口商因为这关税要涨，所以他们先期囤了很多货，所以那个时候大概还不至于说是贸然之下这个物价就马上上涨。第二个来讲的话，有一些货品，譬如说这个零售业或服务业，他们为了怕客户跑掉，所以不敢贸然的涨价，将很多的关税的成本自己就吸收掉。但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行业来讲，它没办法吸收的，比如说医疗，这个东西你再怎么样，这个你还是要看病嘛。这个物价在涨，医疗看病的钱再高，你还是要看病。譬如保险，这个是少不了的。所以这2个慢慢的上涨，已经那我们现在看到，企业来讲已经慢慢承受不住，它因为库存的这种物品来讲，大概也都销货的差不多了哈。第二个来讲，所有企业到最后都还是要有盈利，要有利润的空间，你不能教赔钱的生意，没有人会做，所以它还是要盈利。在这种状况之下，这个我觉得说之后美国这个关税可能面临的问题确实是很大哈。如果说是通膨继续上涨，对美国整个国家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但是以川普的个性来讲，他可能会引用其他的相关法条硬撑到底哈。所谓的这种动用301条款啊，或者是说这个贸易法第122条，可是122条它就是只能征15%的关税啊，而且最高也就150天。所以说，我觉得川普搞这个关税到最后是真的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只有把自己国内的经济搞乱而已。好，所以最后这个关税战，美国人买单，但企业同样也很头痛。除了他们现在等待法院的结果之外呢，现在说呢，这些企业未来要面临的问题可能更大了，因为在等待结果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即将要进入是2月份，接下来中国大陆这边呢的工厂就会进入这个农历新年的一个停工期了。那如果说最高法院突然间判川普的关税有违法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就是美国的企业他们接下来就会开始不断的进货来加强备货等等。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先下单，你到时候其实物品是没有办法拿到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此刻我们也看到川普出来喊话，他说如果最高法院在这一场是有关于国家安全上面的问题裁定是对美国不利的话，我们就完蛋了，因为这些金额是非常的庞大的，高达数千亿甚至是上看数兆美元。川普说关税违法会完蛋，但是我们看到另外2位没有那么担心的是财长，他说我们还有钱可以退啊。另外一位是白宫，他说我们是有备案的。到底如何看这一场关税判决的最后结果？如果说败诉，川普真的有可能会认输吗？赖老师怎么看？川普不认输也不行啊，但是他口头上绝对不会认输，但行动上一定会认输。这个就是典型的川普。难度不大，法院的判决其实没有很多的争议啊，因为如果就法论法来说，关税当然是属于人民的权利啊，也就是说税一定是国会权，这个问题都不大。你特别的301那是特别法案，那是一案一审啊，一案一审。所以你要经过审查，而且也只能针对某一类项或者某一单品项，你不能够普遍性的对等关税。所以这个部分在法律上的角度来看的话，问题都不大。现在法官的思考点是在于，他确实像川普所说的，他会影响到国本，因为川普做了一件违法的事，侵犯了国会的权利。那他法院如果不处理，国会的权利被侵犯，这个情况要继续下去吗？所以这个是法院就涉及到国本的问题了。第二个就是，如果法院判决这个川普是违法的，那他的行为之前的那都无效了。
都无效了以后，就会出现几个更麻烦的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还没有跟川普签贸易协定的国家，他为什么要跟你签呢？对，那已经你不能再实施了嘛，所以对等关税就要拿掉了，那他就不会再跟你签了，还在谈判中的，或者是有一些人正在飞往美国人的途中，像我就知道台湾有2个女性吧，好像正在飞往美国人的途中。那他如果跟美国人签了，那他签了以后，那些人就成为猪头了。没签的人他赚到了，他说那我不用再跟你签了。可是我如果签的人我变成猪头了，那我怎么对我的民众交代？对，像日本啦、韩国啦等，他怎么对他的民众来交代？这就是2种状况了。一个，他给他的已经签的盟友制造的困难，他们的政权的合法性跟他决策的错误性，马上会受到在野党猛烈的攻击跟人民的质疑，还有企业厂商的愤怒。这是已经跟美国签贸易协定的这些人，他们就惨了。没有签的这些人，他就变成大功臣，他赢了。可是问题是，对于川普来说，那他已经违法收的这个钱，他不会管你的国家，因为关税是在国内付的嘛，所以跟你出口商没关系嘛，是跟进口商有关系。那就是跟刚刚委员一开始就已经强调的很清楚了，也就是说，这个钱到底要怎么退的问题，会计审计要怎么做账的问题，还有就是原本我在仓库里面的这些存货，我知道你要征关税了，我大量堆货，然后等到你征关税以后，我大量出货，所以它的关税的一定的计算的基准是从进货开始算嘛，那我后面还没卖掉的囤积的，那也算是进货还是不算进货？对，那这个问题当然就很大。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对于这个川普来说，这个确实是一件很难的事。那您谈到是有没有备案？那301就是一个备案嘛。可是问题是301它是一个打点的，它并不是一个打面的。对等关税是打面的，一旦打点的每个东西要经过调查，美国会疲于奔命，那这个效果就没有过去想象中那么的有威力了。没有一个国家就会在乎你的关税的问题。川普本身唯一的武器就是关税，关税这个武器被拿走以后，川普就剩下什么都没有了。那川普还能够影响哪一个国家的任何决策行为？我觉得都没有任何空间。所以川普他才会觉得说这个茲事体大。当然，美国的法官也不会完全依法论法了，他很多的时候还是会考虑政治的现实。接下来我们要持续关心到的是，现在在全球都在疯 AI， 还有美国的政策支持之下，没有想到赚最多的是川普的家族，他的身家暴涨了70%，包括川友友等等都大赚钱，但是美国的百姓陷入在地狱当中，底层吃不起。并不起，而且是非常压力非常大的。我们赶快来看到现在在美国整体的社会氛围，当然了，股市狂飙，尤其在 AI 股上面，那矽谷也狂砸钱，华尔街狂投资。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到最受惠的，当然还是美国的富豪，他们在近期可以说是集体暴富。来自于彭博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直接显示了目前全球前500大富豪的财富2025年竟然暴增了2.2兆美元，这个数字其实已经创下了历史新高。但是其中呢，2.2兆美元这个暴增的财富当中，有1/4竟然都是集中在美国。美国的哪一些人？8名的美国的科技还有政商权贵拿走了1/4的这一些钱。最夸张的就是川普本人，他赚最多钱。川普短短15个月内，家族财富直接暴增了70%。净值飙升到68亿美元，权力加政策的支持，川友友当然一起赚了非常多的钱。更讽刺的是，现在全球非常的动荡，我们看到多个国家都有战火，但是在跨年派对上，直接是在佛州的海湖庄园办起来了。宾客名单有谁？其实这些很多的宾客名单都涉及到了这个有关于战火的，像是南美快要开战了，还有中东战火。我们看到包括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中东的亿万富豪、川普的死忠政治盟友，还有川普的儿子小唐纳等人都在这一场派对上面，大家高调的开香槟等等。那么宴会上还卖这个画作，一开价直接开出了新台币8000万元，非常的有钱。
在这个同时，川普还不断的砍世界和平。好，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孙委员怎么看了。刚刚说了，川普家族15个月内他的这个财富暴增70%，到底他的政策是为自己服务，为川友友服务，还是为广大的美国人服务？委员怎么看？对啊，川普的确是很妙哦。我曾经不止一次在节目说过，我是他最大的粉丝，所以因为有他，中华民族才能够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大业。那也因为有他，一个立国200多年的美国，恐怕在未来的几年之内就会崩解哦。那你说川普当时在选的时候，他就在讲说要让美国再度伟大哦。就美国有没有再度伟大，我不知道，但是川普的事业的确变得很伟大哦。在过去这几年，我们还不要讲说大家现在在台面上知道的哦，因为我说我在研究所教 AI 教区块链哦，所以我一直对加密货币市场一直在关注。川普的二儿子结合了世界的几个加密货币的巨头，在中东推的这些案子，就带动了加密货币前一波的涨势哦。而且不仅如此，他们还影响了共和党，影响了美国的国会，最近才通过了2个加密货币的法案，一个叫做 Clarity， 另外一个叫做 Genius， 这2个法案全面的对加密货币进行松绑了。这个其实基本上以我对区块链的了解，跟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政府的操作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国家对于加密货币都有防范洗钱的可能，所以它一定都是强力的监管。只有美国通过这2个法案是进行全面的松绑。所以光是在加密货币这一轮啊，我在想，川普的家族大概的收入就已经很惊人了。各位看一下过去那段时间比特币是怎么疯涨的哦。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美国是过什么生活？美国每8个人就有1个人在领食物券呢。美国有4200万人，他是在贫穷线上下，所以他必须要靠食物券生活。更重要的一点是，除了那4200万人之外，美国还有更多的人在食物银行领食物。食物银行是你不能领食物券的人，你才去领食物。所谓你不能领食物券，就是说你其实是有收入的，那你的收入可能这个还没有低到在这个贫穷线，所以呢，你没有办法拿这个食物券，可是你活不下去啦，你怎么办？你就只好去食物银行低着头拿食物。我们曾经看过几个报道，就连美国的军人他们的家属都要低着头跑去食物银行排队去拿食物，为什么？就是因为贫富差距大到已经吓死人了。所以美国今年最流行的一个英文单字叫做 affordability， 就是你负担得起吗？因为这句话在 New Jersey、在 Virginia 的州长选举，在纽约市的市长选举，民主党可以横扫美国。最主要的原因就这句口号啊，你负担得起吗？你负担得起你的生活吗？所以其实这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哦。就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其实坦白讲，我也替川普捏把冷汗啊，因为我希望他这个政功康泰啊，最好连任到死为止，能够当多少届就当多少届了。所以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川普现在的民调已经跌破了40%，那接下来他要在其中选举，要能够继续稳住他的政权，恐怕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是好，所以在此刻我们看到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之际，当然了，在这个民主党方面呢，现在提出了要做改革，尤其2个地方、2个州现在也掀起了这样子的一个声浪。首先是在纽约，另外一个是在加州。纽约是他的首位穆斯林市长，这个曼达尼站出来上任才第1天，立刻站在百姓这边说，他要对富人加税来补贴这些劳工阶级，因为真的已经过得太苦了。这是纽约的部分，再来是加州了。加州的基层民意现在也要求说要推动富人税，结果没有想到这个 idea 这个消息一出来，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当地的这些创投大佬就开始讨论说，那我干脆离开加州好了，去其他地方创业，准备撤资。现在可以看到美国整体的氛围就是被资本所绑架，但是即使我们看到纽约跟加州要对富人开刀，川普的这些权贵还有川普的政府本人会乖乖让利吗？平民跟这个富豪之战正在撕裂美国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蛮困难的，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很难3、2下就可以做解决。那纽约市长也好，或加州州长也好，我认为他把问题看得单纯化了。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1/1000的人 on top 就顶端的人，他就占了美国15%的财产，1/1000啊，1000个人里面就1个，78999，你们只拿85%了啦，那其他999人呢，拿的就你看看，那前面20%就拿全部美国财产的1半，那其他80%呢，对不？你们就有剩下那1半了，80%，你看到没有？所以美国贫富差距是没有办法
来扭转了。那他们会有3个障碍。第一个障碍，大家移州报税。我纽约，那我离开纽约，我去其他地方报税，我甚至可以到波多黎各去报税，到关岛去报税，都躲掉了，他的报税就跑掉了。你说移州报税跑到其他地方，那你的税就减少，你要不要？你市场背负压力好大哇！财政怎么这个时候收支地方税怎么变得那么少？压力就来了。好，那我就不要了，不要玩了，会变成这个状况。第二个这个市议会啊，纽约市的市议会或者加州的州议会啊，他的州议员、州众议员、州参议员会起来反对，因为议员他本身就有钱呐、他怎么会听你那个州长的？怎么会听你市长的？对不对？他整个州议会跟市议会这个预算就卡你市长，卡你州长。那州议员还有这些市议员就把你做梗啊，因为他们都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会让利吗？困难度很高啦。这个做道德劝说效果是很少的。第三个，我们来看呢、他们会如果是这样的出招的话，纽约市长或者加州长出招了，那我很简单，我减少投资，我不要投资在纽约市，我不要投资在加州，我跑到其他地方去投资，钱搬走了，那就减投资，造成这些市长还有他的州长压力会非常的大。对。好了，那就大家来妥协，又变成因为民主就是变成妥协。那妥协之后，想想看，那这个贫富差距的这个缩小有没有改善？又没改善了，又回到原点。那为什么回到原点呢？因为结构性的问题啊，很难解决。好，结构性的问题使得这个贫富差距其实很难被解决，而且是越来越大。那现在其实呢，在美国当地受害最深的有3个比较惨的族群，第一个就是农民，第2个族群就是穷人，最后就是病人。我们先来看到农民哦，因为这个去年大家不是在讨论这个贸易战吗？那有关于大陆停买美国的大豆。那现在中国大陆是回头买了800万吨的大豆，但是大豆价格至今还是一路的走跌，所以现在美国农民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再来穷人哦，从元旦开始，食物券呢，美国政府已经规定了，在某些州，像是犹他州啊，或者爱荷华、印第安纳州等等，总共是5个州呢，说你食物券接下来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少吃糖啊，所以呢不能买汽水跟糖果。那民众就抱怨说，重点也不是说我们想要吃这些食物，而是那些好的健康的食物我们买不起啊。最后最惨的还有病人。2026年我们来看到350种药物会涨价，比起2025年多了100种涨价的药物，而且包括了疫苗、癌症药物，全部都在涨价的名单当中，百姓苦不堪言。聂老师怎么看 ？OK， 真可怜啊！农民活不起，这个穷人吃不起，这病人这个病不起。我先讲一下这个跟农民有关哈。我们知道大豆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不是被限缩吗？中国不买嘛，那不买怎么办呢？这个农民就紧张，就急跳脚，对不对？那这时候呢，当然中国它可以 ship 到巴西啊，巴西全世界产大豆38%，你产30%，你却跟我打关税战、贸易战，对不对？后来呢，当然他们在妥协之后呢，又开始买。可是重点来了，就算你后来回头买，中国回头买，但是他不会用贵的来买啊，因为我可以到别的地方买。这次阿根廷、巴西都可以供应大豆，可以比你便宜，所以你只有便宜我就会买，而且当然也可以做好这个所谓关税两边的互惠。这时候呢，当然就卖出去了。可是卖出去重点是你荷包还是没有，口袋没有办法涨啊，还是很缩啊，所以他真的是活不起来，因为他们的收入有限，因为赚不到。好，那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重点，我就刚刚讲一个最重点的，还是这个我讲病不起的问题啦。我想之前我们分析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全世界的药，知道在这个中美贸易战，中美这个所谓的决裂之后，龙印之争之后，就有太多地缘政治的问题，会让美国真的是一路的打趴。包括药品，大家都知道 API 叫什么东西，叫 active 的 pharmaceutical 的 ingredient， 叫做原料药。全球有非常多重要的药都是被原料药控制，这个组合里面没有这原料，你就没有办法去做到最后的终极料。所以美国有700种被统计，有700种原料是被中国控制住的。所以这个讲不好听，你如果被控制住，你药品又会贵，那又有各种这个策略、这个政策的医疗政策问题，让这个药品越来越贵。请问病人他怎么病得起？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到美国的确这个苦日子就要继续撑下去。当然，我们在美国生活很久了，大家我们也看得到，美国很多人真的是靠补助食物券生活的。讲不好听，你真的很惨的时候，你就干脆存款都不要有，全部都没有，就靠国家就会补助你了。那生病呢，你就一直看病，因为美国生病很贵，看病很贵的，就一直去看，一直看。只要你没有存折，你可以一直看，然后一直赊债。我以前在美国做2房的，租的就是这样的美国人啊。
他就是过得很自由，所以弄到最后，全美国的可能会看起来这个活不起，这个吃不起，病不起，他就瘫了，这个才叫真正躺平啊。完全躺给国家，由国家去接收。10月份开始，我们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对于耶诞节礼物啊这种全体的消费可以说是大降温，尤其在哪一些族群呢？18到28岁的年轻族群啊，他们在耶诞的这个购物上面支出直接大减了30%，就是因为对于经济接下来非常的不乐观。另外，整体做了一个统计，每位消费者在今年呢，光是圣诞节的支出就已经较去年同期暴减了1552美元的一个金额，那尤其现在更是受到川普关税战的影响。我们看到耶诞的商品，因为要课了这个进口的关税之后，所以呢，它的这个进口量，耶诞商品进口量年减幅高达了25%。尤其这个最热门商品，也就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圣诞树哦，中国大型人造耶诞树现在价格进口到美国高达了500美元，换算新台币，一棵树竟然要1.5万元呐！美国当地制造的耶诞树的价格更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达到了3倍，好东西都是变得这么的贵。今年美国的耶诞节很不一样哦，因为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通膨问题，所以呢，大家竟然开始掀起了新风潮。改买二手的礼物来当耶诞礼物，二手玩具、二手珠宝，甚至二手的精品，成为今年耶诞节的新风潮。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家是美国的二手零售商啊，他就说，光是过去3个月，我们现在销售额竟然不减反增啊，一口气暴增了，大约达到了10%。还有呢，这位是住在洛杉矶的36岁的女子哦，她这样说，她说，今年呢，我还是想要耶诞节的时候买精品给我的母亲，于是呢，我就去了二手商店买一个Coach的二手包包给她，价格是125美元，一定得买二手的，因为新包实在是太贵了，买不下手啊。所以今年耶诞节，美国人省着过，到底是短期的通膨压力，还是现在中产阶级结构性面临消费降级？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观念呢，省着过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人的生活会有省着过的概念。美国人基本上的话呢，连冷气一开整栋大楼他坐中间一层，美国人都是大浪费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这里面的话讲的问题非常有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其实讲起来，你刚刚讲到那个二手的 Coach 我对精品的懂一点，在欧洲待的久这个 Coach 算是精品当中最便宜的啦，大概已经最好的 Coach 大概就是就不得了了，大概就是300-400块美金了，这个大概就可以买的新的。所以为什么连 Coach 都要买二手？这个表示美国确实是面临了很大的经济的问题。美国经济问题的话呢，分成3项。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赚钱是很难的。美国人想赚美国人钱，中国人到美国的话呢，原来我们只听过成功的故事，什么黄仁勋啦，或者张忠谋什么的。胡扯八道！我跟你讲，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困难。大家不信的话呢，到纽约看看法拉盛那边的中国人是怎么样求生存的因为赚钱是不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非常小气。第二个，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呢？关税目的就是说把人家东西弄得很贵那么这个自然就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没有短期的，通货膨胀就是价格的。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关税是依照川普来的，太突然了。美国人是不存钱的，你要了解美国人的理解是认为说是富豪就是能够欠人家钱到银行贷款，所以美国人话打完拳击就是那种超级几百万几千万的别墅住子就是因为人家会贷款给你，表示你未来有前途，所以美国基本上欠钱的。那另外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圣诞树为什么卖到15000台币？事实上以前的话呢，我觉得圣诞树大概150就差不多，为什么差100倍呢？原因就是那是美国制造的，是任何的 Made in USA， 你算算美国人的成本、美国人交通运输以及美国人临时在这边的投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经济。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由其实就是透明，货上其流，人尽其才所产生这个结果。美国现在一般人面对的生活的困境，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这只是川普上台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接下来还有好几个都会按照这种情况来发展的。大家只要看到美联储一直迟迟不肯降息，就是表示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光是耶诞节民众是消费力大降级。不仅仅现在是整个耶诞节，我们来看到如果宏
观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经济状况。我们从3个方面来做解读，其实也不乐观。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房市在翻车，第2个是人民住不起房子，现在往车子里面露营车住露营车的数量竟然暴增。第3个就是就业持续的走衰。好，我们先来看到刚刚讲的第一个，房市不景气，房市翻车，经济火车头。尤其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显示，10月份全美53%的房市估值都在下跌。包括了哪一些地方是重灾区呢？现在预估看起来整体是落在美国的西南部还有南部地区。其中几个地方重点城市，像是我们看到丹佛这个预估的房市估值下跌了，竟然高达了91%。好，南部的奥斯汀89%，Dallas 跟凤凰城更是高达87%。所以呢，住不起房子的话，现在房子看来薪水也不够，所以他们就住到了这个露营车了。那露营车里面，这个是来自于露营车产业协会做的预估，现在全美48.6万人长期住在露营车里面，这不是真的在露营是因为真的现在住在房子里面的消费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这个数字更是创下了2021年的2倍以上。而且这些人1/3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的家庭住露营车的，这些人大部分的年收入在美国是低于$75,000的。刚刚讲了嘛，不仅仅是在房市受到影响，包括了现在失业率，美国11月的失业率是4.6%，数字创下了4年来的新高。好，这是美国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呢，我们来看到它也在持续的调整它在经济上面的战略，这一回进行的叫做去美化战略。光是统计到10月底，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黄金储备7400多万盎司已经连续12个月都是增持黄金的。采用的方式是低量多次，慢慢的买进。10月黄金价格一度冲上了$4294。请教干哥怎么看？中国持续买黄金去美元化，会是在为下一轮的金融动荡做提前卡位吗？为什么大陆要一直买黄金？它的策略是什么？到10月底中国黄金储备量达到7409万盎司那这是什么概念？我告诉各位，就是大约等值于3000亿美金的黄金储备。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个是你看得见的，实际上绝对不止这个数。因为国际金融专家也讲说，到底中国有多少黄金啊？我们说句实在话，没人说得准。但是你可以知道荷兰的黄金储备，你可以知道德国的黄金储备，你甚至可以知道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它的那个储备量台湾的你也知道，中国你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大概7400多万盎司是你看得见的。你知道中国大陆从去年开始，每个月都在多买黄金，但是呢，它平均多少？你知道？平均1个月买3万盎司跟那个7000万比起来是9牛1毫嘛，对，你感觉不出来，对，所以它不会造成东南亚附近这些国家的金价的太大的波动。为什么？它就是不要波动，但是它把黄金当成战略储备物资在进口，所以它慢慢的买，而且为什么你知道？它在关税的贸易战还没开打之前，它就开始买了。为什么？他已经看到了，川普你要大搞是吧？你要大搞，我告诉你，到最后最稳当的就是黄金，而且他们知道说这个黄金储备你要就是不动声色，让大家没有感觉，温水煮青蛙，所以他是慢慢的买到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金价有一段时间高达4290美金嘛，然后还有一阵子还听说还有到4380的，现在已经回来了啦。可是我跟你讲，国际这个金融专家已经讲了，可能到了明年会到4700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问那我们散户能不能买黄金？其实我们来宾不能告诉你答案，只能告诉你说，黄金它一直在走阳，可是你如果走得太快或走得太高的话，对于这个国际全球的贸易市场不是太好的事情，对不对？对。所以说它是不是投资的标的，我们不能够给答案，我们只知道说，中国不断在购进黄金，而且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你知道购置哪里吗？绝对猜不到的。它购置俄罗斯俄罗斯国家银行拿来卖为什么？因为对不起，战争快打完，还没打完，没办法，再拿黄金出来卖。
你知道俄罗斯现在最近卖给那个大陆的那个黄金啊，去年只有2.23亿，你知道今年多少钱吗？去年听清楚，去年2亿，今年19亿美金。那你想想看，俄罗斯拿出这些黄金出来倒，自己也很心痛啊。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战略因素，它要支撑卢布，不能让卢布崩溃，所以说它必须要拿出来卖。然后呢，跟大陆的这个黄金交易还是持续在增进之中。当然，习近平也有相对的这些优惠的措施给俄罗斯。所以你知道，中国的战略布局早就放在前面了。对于黄金的储备，从来就没有松懈过。而且回到我刚刚讲，到底有多少还不知道。所以说你要晓得说，在大陆它的整个的国家的政策上面，对于黄金它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而且它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或者因为国际的经济局势走衰，它就没有可以支撑的稳定器。黄金就是最好的一个商品。好，谢谢干哥。那我们再回到说，刚刚也提到了嘛，美国的经济问题。刚刚说这个房市预估值，全美53%房市预估值都在下跌，同时呢，就业数据表现不好，再加上消费同时降温，还有50万人住进露营车里面去，美国经济还有办法软着陆吗？那这个50万人住露营车的数字要不要担心？委员怎么看？我觉得美国的经济要软着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大家不要看别的，就光看川普在12月17日，他在这个美国的新闻联播的黄金时段发表了一个18分钟的讲话。通常美国总统在这个岁末年终会忽然之间在黄金时段针对全国这个美国人民来发表谈话的时候，只有2种可能：第一个要发动战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遇到重大的冲击跟伤害。所以大家就在那个时候在想说，川普是要打谁了呢？忽然之间把这个时间这个 book 下来黄金时段他要自己出来讲，就没想到川普自己出来讲了18分钟，这18分钟不断的在解释说他为美国经济做了什么不断的这个在跟大家保证说他将来还要做哪些东西。所以当你看到川普这个面色凝重，不像过去这么从容悠哉的然后这个快速语速急速的在18分钟之内把这个话讲完之后，其实你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川普的焦虑了。他的焦虑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的民调已经跌破这个4成了，只剩下3成多，有的说他只有3成5了，有的说他3成1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要进场来救民调。所以很显然的，他那18分钟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做信心喊话。但是这种信心喊话恐怕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美国现在的问题了。坦白讲，我是很喜欢川普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川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救星所以我一直希望他留在那个位置上。那我当然希望说他还能够赖在那里啊，就是说他不能够那么快走啊。那么因此我要讲说，可是美国现在情况真的很糟。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房市下跌，各位知道房市下跌马上冲击什么？马上冲击银行。因为美国的房市很少人是拿现金一次买完的，都是贷款的。当房市不断的下跌的话，各位知道那个抵押品的价值就在跌了，跌到了某一个点，对银行来说它就要断头嘛，它必须要保住它的资产。它如果没有保住，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房屋的贷款，它就等于是会造成银行的冲击啊。所以如果房市在持续的往下跌下去，美国一定会有很多银行会面临破产的问题啊，因为它的贷款它收不回来了它的抵押品已经这个不符合价格了，或者你就逼着美国的人民，因为他被银行催缴，他必须把房子卖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么多人要去做露营车了银行体系从 local 一直到 global 这个到全国，到这个 national 到全国的这个状况，这个是一路的延烧上去的就是说你从一点一点的慢慢扩大下去的话，你最后就会造成一个很难以收拾的状况。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就业，失业率美国现在在上升。一点都不意外的原因，是因为 AI 时代来临了，所以整个的产业结构，所有的这个人力配置都开始重新调整。不只是传统产业，因为受到了 AI 的冲击开始裁员。我说过，连高科技产业裁人都没有手软对，美国的5大 AI 巨头都在裁，Microsoft 的裁了上万人，这个 Amazon 要裁3万人，现在裁了快15000人了，每一家都在裁。他裁了状况就是造成说，如果连高科技都在裁，传统产业也在裁，那当然美国的失业率会一直不断的上升啊。不要讲别的，光讲我们自己数字王国这家电影视觉特效公司，我最近就拍板说我们要裁全美，我们要裁30%到40%的人，因为
因为 AI 的出现之后，对每个产业都造成了冲击。我的人力需求没有这么高了，我不要负担这么重的人力成本的，所以失业率要下降很难了哦。那再来，你 CPI 就是通货膨胀开始不断的往上升。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新闻的数据说，买一个2手的 Coach 包包要$125，$125，我都快要吓死了。就是如果有去过美国的朋友就知道说 ，Coach 在美国的 Outlet 其实不是一个很贵的品牌哦，所以呢，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到 Coach 都是扫货的嘛，大概来就开始扫。日本这个观光客早期最喜欢 Coach， 就一去就是整个都把它扫走了嘛。当然你现在还有一些什么 Michael Kors 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品牌，但是 Coach 基本上它的价格没有那么高，一个2手的东西要卖到$125，那真的是非常惊人的天价了。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它不是奢侈品的问题，它的民生必需品，它的价格也在涨啊。所以各位知道，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当你的失业率上升，当你的 CPI 也在上升，你就是被判了双重的这个夹杀了，死刑了。就是对美国的 Fed 来讲，它通常要不要升息，它就是看这2个数字嘛，失业率跟 CPI。如果失业率上升了，代表经济量能不够，它必须要释出更多的资金到市场上来。如果 CPI 太高了，通货膨胀起来，代表市场的资金太多，它必须要把钱抽回来。但是如果这2个都上升的时候呢，它就两难了。我究竟应该放钱还是不该放钱呢？那如果再加上房市开始下跌，银行头寸越来越紧，那我不得不被逼的再放更多的资金。所以你看到联准会最近宣告什么？他宣告美国接下来还要再升息，这个降息1码，等于是再降1码，再放钱进市场。同时 ，Fed 准备要去买$400亿的短期公债。各位知道，对这个联准会来讲，他去买短期公债代表什么？他拿什么买？他当然拿美金买，所以代表说他又在投$400亿到市场里了。所以这个市场已经通货膨胀了，钱已经太多了。然后你现在再降息、再投钱，那你这个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我要讲的说，对美国来说，它要软着陆，恐怕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那么当然还是回到我先前讲的啦，我是希望川普能够顶得过去啊，因为他毕竟还有1-2年的时间，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川普同志要继续努力啊。好，谢谢委员。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记。